欢迎来到轻声慢读。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困扰？爱做老好人，渴望被理解，说话不留余地，道歉找借口，容易发脾气，不知不觉就被情绪牵着走。那么今天我就想和你一起走进小池龙之介的别生气啦，尝试着用禅的方式把心放慢，让情绪也跟着静下来。我们都知道，生气是最不划算的事情，因为生气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但是知道了不等于做到了，对吧？人们最大的困扰往往就是来自于情绪。为什么想分享这本书呢？因为其实对每个人来讲，生气都会危及到身体的健康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。那这本书的作者叫小池龙之介，他非常有意思。他是一个和尚，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寺庙里面做住持，他被称为心灵僧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到东京阅读寺去，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。这是在闹市里面的一个小寺庙，那很多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他的住持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烦恼，他来提出自己的问题，那么住持就会用禅宗的方法跟他一问一答，来帮他解决心灵上的一些问题。这个住持年纪很大吗？当然不是。小池龙之介是1978年生的，他的样子非常清秀，而且长得很年轻，戴着一副眼镜。可是他剃了光头，而且他是一个学霸，他毕业于东大。东大就是日本排名第1的学校，而且小池龙之介会画画，他擅长用4格漫画来讲禅宗的小故事，所以人家叫他人间一休。你会讲说，他毕竟是一个出家人嘛，出家人怎么理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烦恼呢？日本的僧侣是很特殊的，他们可以吃肉，可以喝酒，还可以娶老婆。这本书就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，所以他和我们一样，要想怎么样别生气了，怎么样对应自己的烦恼。那佛教里面的7情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。如果把这7情都能够淡然地处理好，那我们的心灵该多么的有力量，我们肯定不生气了。所以小池龙之介在这本书里常常说的一句话是8个字，叫做诸行无常，人心易变。怎么理解呢？就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是一个恒定的状态，它是无常的，它常常会发生变化。那么人心呢，也就跟随着它变化。所以一切不确定的事情，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你不要指望一个承诺永远不变，一种感情永远不变，赚到的钱永远不会消失，然后永远能保持貌美和健康，这些都不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是接受改变，顺应改变。所以要在不确定中找到一个平衡点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悲伤、不愤怒，对吧？那这个平衡点从哪里来呢？在佛教所有的经典中都告诉你，一切烦恼都是从哪里来的？心，因心而起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守住自己这颗心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把心安住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对吧？那么在佛陀看来，众生皆有烦恼，对吧？那么烦恼的来源是什么呢？就是3种，叫做贪、嗔、痴。简单来讲，贪就是有了这个又想要那个，欲望很多，永远不会满足。那么嗔呢，就是看这个不顺眼，看那个很讨厌，总之你就是不开心，叫我不高兴。那什么叫做痴呢？就是愚笨，因为我执，看不清楚状况，所以容易胡思乱想，还犯低级错误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戒掉贪嗔痴呢？就是需要不断的修行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就是不断的学习。那么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去学习呢？可能是看一本书，可能是遇见一些事，或者是种一朵花，这都是一种学习方法。回到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，别生气了，它里面就分了5个部分，分别是和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轻易动怒，别找借口，别着急，别比较。种种方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你别生气了，守好自己的心。这本书里还提供了108个方法，这个数字也很有意思，非常有禅意。那守住自己的心，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听过一个词叫做心平气和，对吧？就是心要平静，那么就会不生气。那怎么才能做到心要平静呢？这本书里就提了一个观点，说偶尔抽离自己才能获得安宁。你说什么叫做抽离自己？那小池龙之介就讲说，信息量越大，人就越混乱，越混乱就越容易生气。
那么到了现代社会，信息爆发式的增长，我们获取信息太容易了，所以心灵就在杂乱无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佛教就把这一类紊乱的心理状态称之为烦恼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过去的老照片？如果我们去看那个父母那一代的照片，发现他们在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信息量少，做一个什么事特别不容易，出门那一趟就是天大的事，但他们照片上那张脸显得非常宁静和单纯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的照片，觉得这个脸上的情绪非常复杂，一看就很暴躁或者充满了欲望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我们现在信息太多。父母那一辈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手机，现在我们发一个手机，你在吗？他没有回，然后你立即想着，完蛋了，他不想理我，或者他觉得我没那么重要，所以怠慢我，或者是说，他是不是讨厌我了？你看，这就是没事找事，给自己增加了很多过载的信息，然后导致胡思乱想。所以小池龙之介就说，如果没有立即收到别人的回信，请不要着急。那在这个里面就是一种修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强迫的观念。那么小池龙之介还举了一个例子，说有一对情侣正要闹分手，僵持不下。这个男生给女生发了一个短信，想重归于好。一天过去了，没有收到回复，男生就生气了，给对方再发一条短信，说你收到我的信了吗？如果你收到了，应该回复我一下。那这种催促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呢？只会适得其反，对方会更讨厌你，或者说更想远离你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做出适得其反的事情呢？在这个催促对方回信的背后，让我们生气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小池龙之介就说，这里面有两种观念在作祟。第一个叫做正义感。为什么这么讲？他说，所谓的正义感，就是认为世间万物应该像天平一样，保持始终的平衡。那么我就一厢情愿地认为，我付出了1分，你就应该给我8两，然后我给你发了一条信，你没理我，那我们两个就不平衡了，对吧？这叫不公平。但是我们作为成年人得明白，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，这是不存在的事情，所以要戒除掉作祟的正义感。所以，如果人们能够摒弃给我回信才是公平的这种饱含正义的妄想，就能够从容不迫地学会等待。等待也是一种能力，它一方面可以保持优雅，一方面也保持个人的空间。好了，那么讲完了正义感作祟，那第二个跳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叫做自尊心作祟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发一条消息，对方不回，然后你发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他能发朋友圈，他竟然不回我的消息。还有明明约好了一件事，他放了你的鸽子，然后你这时候特别沮丧。难道什么什么什么比我还重要吗？那这个叫什么？叫做自尊心。当他不回你的信息，或者放你鸽子的时候，你的自尊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的难受，对吧？那么隐藏在这个难受背后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呢？那就是认为你应该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我比你发的朋友圈重要，我也比你为了工作要放我鸽子这件事重要，工作怎么能比上我呢？所以当你不能够如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不开心了，对吧？那一看小池龙之介举的这个例子，你可能就会说，我身上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是很生气，那怎么办呢？他给了一个解决的办法，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倾听自己的声音，以获得内心的平静。那么有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呢？这本书里是给了2个建议。第一条就是别把自己太当回事。那么第二条就是也不要过于为难自己，常常生闷气。小池龙之介在书里讲了一件事，说他最近就被自己的父母激怒了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父母说了一句话，说你这都是些什么奇怪的想法呢？就这样还拿去给别人说教呢？他一下子就发怒了。你说他不是和尚吗？他不是禅宗修得很好吗？他不是解答我们烦恼的人吗？他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父母的一句话激怒了？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思考一下，为什么长大了以后，我们已经能够比较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情绪了，还那么容易被父母的话所困扰？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，就是同样的一句话，别人都能说，但是你爸你妈就是不能说，他一说你就火冒三丈，对吧？有人说这多大点事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对最亲的人会那么不客气呢？那小池龙之介就讲说，我之所以会生气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觉得父母不尊重我，说你这个奇怪的道理还去教育别人，但实际上深层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自己的软弱。
也就是说，潜意识里，他认为父母的否定让他的存在受到了威胁。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和他一样，就是在父母否定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发脾气呢？他也给了一个答案，说作为一个普通人，谁也不喜欢被别人否定的感觉，尤其是这种否定来源于父母。原因是我们在幼小的时期，生存能力特别弱嘛，所以需要来自父母的保护。那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被父母支配的，所以一旦被父母否定，我们的生存立即就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挑战。长此以往，这种认知就会深深地刻在我们的灵魂记忆里。这就是为什么说，父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一定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怒火，尤其是不能打孩子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你说一个小孩子，在他特别需要保护的时候，他受到了威胁，他会自动地躲到父母身边，这叫本能，对吧？可是当他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，他遭到全盘的否定，那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办呢？那么这样长大的小孩就会完全丧失掉安全感。所以即便我们长大成人，脱离了父母的支配，内心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判断，认为如果被父母否定，那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。所以不管我们长得多少岁，我们建立了多么强大的社会关系，但只要从父母那里听到否定的话，就会立即反应过度。所以小池龙之介就说，当我们因为父母的几句话就生气的时候，应当让自己认识到，生气背后所隐藏的是自己对那瑟瑟发抖的被父母束缚的内心世界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到源头去寻找生气的原因。只有弄清楚这些因果，我们才更容易得到快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生气都是因为别人的问题吗？避免生气难道只有自己忍一忍吗？当然不是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具体怎么做呢？作者小池龙之介讲了这么一件事，说有一个女士非常烦恼，就来找他解惑，说禅师你帮帮我。这位女士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她有一个妹妹，她一直非常嫉妒自己的妹妹，这让她感到很难为情。她的妹妹考试成绩比她好，她就很生气。她的妹妹谈恋爱了，她嘴上说的恭喜恭喜，实际上很生气。她的妹妹过得很幸福，她说祝福祝福，其实心里完全不是滋味，就要发狂了。这让她也觉得坐立不安，就去问小池龙之介，说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呢？那么看到了这个故事，问题就来了。第一，我们生气真的都是因为别人不好吗？那如果这样说，这位女士的妹妹岂不是太悲催了？她做错什么了呢？第二，避免生气，就只能换个角度看问题吗？那么是谁来换个角度呢？那如果让这位女士的妹妹换个角度，说你看你姐姐这么痛苦，她这么嫉妒你，所以你应该大度一点呀，你应该想办法让她不要生气，那这个公平吗？当然不公平。所以首先姐姐是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站在禅宗的角度来看，姐姐的问题在于什么呢？小池龙之介的回答是这样的，他说这位女士陷入了一个思维定式，这个思维定式叫做嫉妒心是不正常的，是让人感到羞耻的。正是基于这种想法，她才会不断的自我否定，认为说如果我生出了嫉妒之心，我就是不洁净的，就是羞耻的。这种自我循环摆脱不了的话，她的心灵就越来越不自由，那就没有办法放下嫉妒之心。听了这句话，你有没有一点启发？也就是说，嫉妒心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理解的，因为大家可能都会有吧。你看他不长肉，他还吃得多，你也会觉得有点嫉妒，对吧？然后你看他轻轻松松就考试分数比你高，你也会有点嫉妒。但在这里，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么几个原则。第一，嫉妒非常可怕，但它并不可耻。怎么理解呢？首先，嫉妒很可怕，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丑陋，做出很多扭曲的事情。但是嫉妒并不可耻，作者在书中就讲得很清楚，说我们如果感到嫉妒或者是不快，这就是非常自然的反应，和人类的本能一样。那为什么看到别人过得好，你就会不舒服呢？这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也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，我们才能够知道它并不可耻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小池龙之介说，这是因为我们有一种错觉，我们会误以为别人的幸福指数上升了，它的价值就会随之增长。那么相反，我跟不上了，或者我跟他一比，我显得更低了，那么我的价值就降低了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不快乐吗？那想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事情就变得好办了。我们得认清别人的价值高了，并不意味着你就没有价值了，或者你就贬低了。
所以平和地看待嫉妒心，认清自己的价值，这样人就会比较宽容，不容易生气，也不容易扭曲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，一个人能不能把嫉妒心完全的消除呢？非常难，因为每一个凡人都会有七情六欲，我们还没有立地成佛，所以我们就得首先接受我们会生长出嫉妒心。但是，与其像那位姐姐一样，嫉妒妹妹到了不能自拔、非常痛苦的地步，不如多去想一想，我竟然和她是不一样的人，那我怎么样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，然后让自己可以平和和快乐一点？怎么做到呢？这个书里面也给了一些方法。第一点，要想提升自己的价值，首先要戒除那些不必要的社交，因为社交带来的满足感是不幸的源泉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通过社交网络的联系，我们能够时常体会到别人理我，别人赞美我，别人欢呼和鼓掌，就证明我是有价值的。那这种快感一旦过多，我们大脑中感知到快乐的那个装置就会被麻痹，导致我们的这个沸点就变得很高。我们需要不断的欢呼，不断的点赞，和别人超乎寻常的关注，否则我们就意识不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适当和别人保持距离，适当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，反而是有利于心理健康的。但是孤独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获得直面孤独的勇气呢？那同样是在经籍中就有这么一个句子，说交往过甚，则情动易损，必情义之损，则应如犀角般独自前行，像犀牛的角一样，就这么一根，然后独自前行。所以小池龙之介也说，大家不妨试试，偶尔切断电子设备的电源，恢复一下出厂设置，尽情的活动活动身体，调整呼吸，从身边这些言语的刺激中解脱出来，让心灵重返孤独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休息。提高自己价值感的第二点，你可能没有想到，叫做承认我们都是自私的。那释迦牟尼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说我曾遍寻天下，想看看世上是否存在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事情，却终究无法寻得。看到这句话就想，智慧如佛祖，也会发现人身上有这种自私的基因是没有办法根除的。所以在面对很多纷争的时候，人们往往会很容易做出一个判断，就是我不听，我不听，你说的都是错的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都是要来害我的，只有我是对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只有我是值得尊重的，别人说的都不重要。这其实也是自私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小池龙之介就说，人类都是有自恋情节的，我们往往会通过做一些看上去有价值的事来证明我的存在很有价值。比如说有一些人在参加某一些志愿者的活动，就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奉献就等于价值的错觉里，他并不是喜欢这件事，也不专注于这件事，从做这件事中间也体验不到什么快乐，他只是体验到说，你看我做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我被很多人喜欢，这多了不起。那在小池龙之介看来，那么隐藏在背后的依然是一种非常自恋的自我中心。那既然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私的，自私有可能会伤害别人，那就要给他设一条规矩。什么叫做规矩呢？中国古老的智慧中就8个字，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在爱自己的时候，也要尊重别人爱自己的权利。那这就是现代社会人和人交往的原则。如果能在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基础之上，再往前走半步，叫做不轻易的承诺，那么人和人就能够愉快的玩耍了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小池龙之介说，别马上说 yes， 是为了给自己留点退路。怎么讲呢？说很多时候，人们常常因为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或者是害怕得罪别人，就很轻易的做出许诺。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状况？就是明明答应就说明天见个面，然后到跟前他突然说堵车了，或者说家里突然有什么事儿了，我来不了了，你就很恼怒，说放我鸽子。为什么呢？小池龙之介说，无论是轻易的承诺，还是荒唐的借口，都是我们害怕破坏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，所以不敢说实话而导致的结果。但这只会导致恶果。恶果是什么呢？失去对方的信任，让别人觉得我们没有诚信。所以他的建议就是，拿出勇气，坦然说出自己的心声。在遇到别人请求帮忙的时候，至少不要立即说 yes， 而是考虑一下，给双方一点缓冲的余地，不要对别人的失望太过介怀。一定要有一种勇气，就是如果我做不到，哪怕对方失望了也没关系。只有不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，诚实的面对自己真实的状态，
我们才会变得更有价值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小赤龙之介也说，有人问他说，过去的人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，压力没有那么大，是不是不那么容易生气，会比我们现在幸福很多呢？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过得更幸福呢？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别生气，更幸福呢？小赤龙之介的答案其实也只有6个字，叫做慢下来，别着急。慢下来，我们就能不生气吗？不能保证。那别着急，我们就能够大吉大利，一切顺遂吗？不确定。那你翻个白眼说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讲？你一旦翻白眼，就说明你的生气指数还是比较高的，你很容易有冒火的趋势。我们还是来讲个故事，就说小赤龙之介的故事。他生长在一个叫做嘉川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比较宁静的村落，但是要过马路的时候，行人就去在路边按一个红绿灯的按钮，等到绿灯亮了，然后大家才能够通过。那当地的小孩子之间就有一个传言，说如果不断的去按那个红绿灯的按钮，你等待的时间就会缩短，那个绿灯就会很快的亮起来，你就不用等了，快速通过。所以那小孩子就会不停的去按那个按钮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你会发现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用，对吧？这个绿灯该什么时候亮，还是什么时候亮。那这个故事想要说明什么呢？随你理解。比方说，你可以认为人的心灵是并没有一个快乐按钮的，就像那个红绿灯按钮，你不能按下去，它就是红灯，再按一下又变绿灯。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一个按钮不受你的支配。比方说，如果有这么一个按钮，按一下人就能够更快乐，能够不生气的话，那大家都找到这样一个按钮，所有的烦恼就都解决了，对吗？可是这个按钮是不存在的，而且以后也不会存在。那你也可以说，我们按了按钮，就是播下了一个变化的种子。可是即便你做了这种改变，它也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生命中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，有的时候你特别努力，它还是不会像你预期的那样去改变、去发展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只有一句话，叫做耐心等待。所以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，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，有时候一个平平淡淡的小故事，它就有智慧。这个智慧放在禅宗的理解里面，有这么几层意思。第一个叫做急于求成，则事与愿违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反复按按钮的动作，其实根本不会改变事情的自然规律。那既然明白了这个，你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让结果慢慢的呈现。就像种下一粒种子，一点一点浇水，一点点松土，它就会发芽成长。那第二点叫做适度紧张，适度放松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劳逸结合，对吧？我们躺在床上说要休息的时候不好好休息，那脑子里面万马奔腾。然后我们应该是去活动的时候，反而说要惦记着明天就要考试了，所以现在不如再去温习一下，临时抱个佛脚，所以导致整个的大脑和行为都是紊乱的。所以小赤龙之介就说，人的神经中有一种交感神经，负责主导我们的兴奋和紧张感。当我们的欲望过于强烈的时候，这个交感神经就占据了上风。那还有一个神经，刚好和交感神经相反，它叫自律神经。当自律神经走到极端的时候，人就过于懈怠，然后过于丧。所以我们往往容易走极端，要么就是过于紧张和兴奋，要么就是非常懈怠和丧。这两种状态都是不好的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切忌用力过猛，我们要在这两者中间找到一个平衡，你才能够身心舒适。那第三点就是，别总想着改变别人。释迦牟尼说，不要认为自己优于、劣于或等同于别人，也就是说，不要跟人家比较。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比较，比较容易让你产生愤怒、嫉妒或者是欲求不满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，非常奇怪，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于比较，总是在考虑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排序。一旦有排序，你就会发现有人排在你上面，有人排在你旁边，还有人排在你下面，就会产生优劣和高低的比较。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都会让你的内心无法平静。那么第四点叫做求而不得之苦。怎么讲呢？我们的心灵就是有两种设置，我们永远不会认为我们得到的已经足够了，我再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。我们永远是希望想要变得更幸福，想要获得更多的满足。这个更就是一个比较级，对吧？它就要求又多了一点。但是万事万物却是自然变化的，它不会按照你的意志来配套设施。对，
所以这样我们就会回到不满足的原点，只要不满足，我们就会受苦。所以无论你遇上再好的人，再好的事情，再好的境遇，如果你永远不能满足，你就还是会认为非常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本书名这么好，叫《别生气了》，然后这个人这么有智慧，他是一个禅宗的践行者，可是他对你有什么用呢？我也无法回答。那有没有标准答案呢？没有。如果你想要标准答案，那就说明你还是不懂禅。那也有人说，我不想要标准答案，我觉得好有意思，可是我也没懂，这就很好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所谓的禅，或者所谓一本书带给你的启发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是智慧。智慧和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一个小孩子他伸手去摸火，然后手被烫伤了，紧急处理，涂药膏，看医生，缠胶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解决方法。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火是不可以摸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智慧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小池龙之介用一问一答的方式，像智力游戏一样的告诉你这些碎片，这些别生气了的小方法又是很有用的。它的用处在哪儿呢？总结一下：第一，认识自己；第二，对抗孤独；第三，缓解焦虑；第四，变得聪明。如果真能做到这4点，那也许就再也不会生气了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本书，或者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喜欢这样的分享，也请点赞订阅，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下次再见。